你们觉得太空漂亮吗？太空里有无限行星、星星和别的开发兴趣的东西。我很少认识不想探索太空的人，但是想探索不代表能探索。很少会有够厉害的人能去探索宇宙。你觉得你能吗？我知道我肯定不能。你应该听说过很多有名的宇航员。Neil Armstrong 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， Chris Hadfield 是第一个代表加拿大在太空漫步的人， Valentina Tereshkova 是世界上第一个上太空的女生。在西方的文化中，他们都非常出名，但是西方的文化不太重视中国的宇航员。你认识代表中国的宇航员吗？我今天想给你介绍一个能代表中国的宇航员，她不但是一个很杰出的宇航员，而且也是中国的第一个女宇航员。她是谁呢？她做了什么呢？我们一起看看吧。我们的故事是在现代的中国发生的。由于中国越来越富，所以中国的航天局开始快速发展。中国人民探索宇宙的梦想突然可以实现了。中国的第一个宇航员在2003年起飞。从那一天开始，中国出了许许多多的宇航员，但是这些宇航员都是男人，一个女生都没有。在西方的世界，女人跟男人有一样的权利，中国也是这样的。但是跟西方相比，中国的女生比男生遇到更多困难。女生不但平常多看孩子，而且干的活比男人多。为了这两个原因，所以很多高等的工业都会缺乏女生。这从宇航员的男女差距就能看出来了。我的生活中也能看到这个差距。我的家人都住在中国，我的婶婶为了看孩子就不工作，我的老舅妈也为了看孩子不上班。如果那么多女人都得干家里的活，那中国怎么能有一个女生的宇航员呢？刘洋的故事可以给我们一个答案。上太空的那一年，刘洋34岁。在外表这一方面上，刘洋显得非常有自信。他有一个圆圆的脸，一个很正式的发型，和一个比太阳还明亮的微笑。我一看到他，就能感觉到他是一个能力很强的人。刘洋不是靠着天赋来当宇航员，而是靠着努力的工作和专心的学习成了宇航员。刘洋以前缺乏经验，在宇航员训练的时候，他跟别的参加者有巨大的差距。由于刘洋用功，这个差距是肯定能克服的。他非常喜欢睡懒觉，但是为了实现他的梦想，他有2年都没有睡懒觉，每天从早到晚不停地学习。当宇航员的条件要求刘洋除了学习也得有一个好身体，因此不管什么时候什么天气，他每天都会坚持去体育场跑步。刘洋每一天学习和锻炼都比别的人多，很快就赶上他的同事了。在所有的测试中，刘洋得到的成绩都很完美。经过这2年的时间，在2012年6月16日，他付出的努力终于让他取得了成果。
刘洋和他的同事终于可以探索宇宙了。刘洋上飞船的时候，感觉像做梦一样。只有听到倒数以后，刘洋才知道这是真实的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点火！没有多久，刘洋就进到太空了。他有可能已经离开了地球，但是他要克服的困难还是蛮多的。在太空里，很多平常的事情都会变成机能工作，吃饭、喝水、睡觉和别的机能功能都比在地球上复杂。刘洋得把这些基本功能重新再学一遍。除了基本功能，他在飞船上还得工作。刘洋的任务是跟医学与健康有关系的，他每一天工作量能吓死人。这些困难给刘洋增加了巨大的挑战，但是刘洋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，他每天都面带微笑来工作。过了不久，他和他的同事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一旦刘洋回到地球以后，他和他的同事就被称为英雄了。刘洋不但对科学的影响很大，也对中国社会有贡献。他的成就启发了很多人的梦想，特别是中国女生的梦想。他的故事能鼓励年轻人，不管皮肤肤色，不管男女，只要付出努力，谁都能变成一个强大且优秀的人。除了这个道理，刘洋的故事也能教给大家很多经验。成功不是只靠天生能力的，后天的努力更重要。在刘洋心中，他就是一个普通的人，他依靠超人的努力才能当上宇航员。人们不能怕牺牲，也不能怕苦，我们的梦想只能靠努力奋斗才能实现。